大家好，欢迎来到春天谷移民频道。如果这是第一次您观看我的视频呢，那么我是德州的移民张律师。如果您想获得最新的移民消息呢，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会处理各类的这个移民的案件，其中包括家庭移民、技术移民、政治庇护以及特殊人才移民还有这个递解程序。如果您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呢，也欢迎给我们致电。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 I-130和 I-485被拒的一个案子。那这个是因为前两天我去陪客户面谈，在这个达拉斯这个做这个 I-485的面谈，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客户呢是一名中国的公民，那他在10年前通过旅游的身份来到了美国，最后在美国呢申请了政治庇护，在等待政治庇护的排期的过程中呢，嫁给了一名美国公民。那这名美国公民的这个丈夫呢，在递交了这个申请这个中国公民，同时呢，同时也申请了这个中国妻子的在中国的不到18岁的女儿。那女儿呢，在2年内顺利的通过了大使馆的移民签证面谈，来到了美国拿到了绿卡。但是这个中国妻子在2年后才等到了她的第一次 I-130和 I-1485的面谈。那上个星期呢，我陪同这位客户在达拉斯进行一个面谈。那我注意到了，在疫情期间呢，有2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翻译不能陪同面谈其次，第二个呢，就是律师可以选择通过电话参加面谈。第一个呢，这个详细讲一下，这个翻译不可以陪同面谈，主要是因为这个移民局想要控制人数，所以这个一般翻译不允许进去。那么面试官呢会在电话上接通一位在电话上可以进行翻译的一个翻译的人员。那第二点呢，就是律师，律师是可以陪同进去的，但是律师也可以选择通过电话参加面谈。那这个具体讲到这个客户的这个面谈的过程，那面谈的一开始呢是非常顺利的。这个移民官就问到了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入境的具体的时间，然后入境之后呢，有没有离开过美国他没有离开过美国。那这个你在美国现在是什么身份现在是等待这个政治庇护的身份。那你这个什么时候结的婚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是怎么决定在一起的啊？这个并且要求提供这个夫妻关系的证明。那客户呢，提前因为我们的这个准备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提供了这个过去3年4年的共同的报税单以及这个他们的共同房产，这个共同的投资的资产，还有这个税单还有这个utility bill 水电单这个网络单这个资料都很充足。那这个接下来呢，移民官也问到了你是否是党员。那这个是这个经常现在会被问到的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移民局出了一个通知，一个 policy，就是说是一定要问这个申请人是否是党员如果现在还是党员的话，community party，那这个你们我们你建议呢，你要咨询一下律师，要怎么去陈述或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党员的话呢，很大的几率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会被拒。那么我们有一些客户呢，由于他当时这个面试的时候讲他是党员，后来会收到了一份移民局的这个补件通知这个具体怎么解释呢？我们会以后再出一个视频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那这个案例呢，具体的我们这个案例呢，这个客户他不是党员然后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这个面谈呢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移民官就问你是什么时候申请的旅游签证，就是你在来美国之前什么时间在中国申请的旅游签证他说是在2003年。
那这个移民官又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在中国离的婚啊？他说是2002年啊，同时我们也有这个离婚证啊，这个白纸黑字啊写的很清楚是2002年。那在这个移民官又继续问你在面谈的时候啊，这个移民官啊有问到你是已婚还是未婚，您是怎么回答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律师坐在旁边，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他这个客户他肯定当时是在申请表格上填的是他是这个已婚啊，因为不想要移民官认为他有移民倾向。虽然他当时在中国已经离了婚，其实是单身，但是他在这个表格上填的是他是已婚。啊，然后同时呢，这个去面谈的时候，移民官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也表示他是现在是已婚。那这个对这个移民局啊，这个报虚假事实，提供虚假事实，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啊。以往来说呢，我们也有成功的案件啊，因为以往来说，根据以前的案例啊，那个我们会培训客户。啊，我们会跟他讲，这个如果这个客户也会跟我们讲啊，很大的这个很多的情况下呢，是客户他们在中国有一个这个代理中介，这个代理中介呢帮他们填的表格啊，他们这个可能代理中介有些代理中介非常不负责任，也没有给我们的客户看这个最终的表格啊是怎么填写的，然后就提交上去了啊，客户当时可能也没有注意。啊，这个就是这个签了字就提交上去了，啊，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已经很难被这个移民官接纳了，因为移民官会移民官呢会反驳啊，说是你这个你签了字，你签字的东西你是不是应该看一眼啊？啊，你当时是不是害怕？如果你要是这个讲你是单身，这个有可能会申请不到这个旅游签证呢？啊，所以呢，呃这个现在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们呢，你可以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你可能要提前注意了啊，这个时候到面谈的时候，这个有可能会被拒，那你可能在一开始。啊，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犯下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啊！不管即使你以后是嫁给美国公民啊，还是以什么方式啊申请这个 adjustment of status，都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那我预计呢，这名客户呢，其实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啊，我也为他们感到有一些同情。啊，那我预计呢，这个案子最终的情况呢，就是 I-130不会被批，啊，那我们的客户呢，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呢，就是要申请 waiver，要申请这个豁免。那接下来呢，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们会跟大家再进行一个更新。关于这个 I-485，不管是你是家庭移民，还是这个特殊人才移民，或者是这个小企业移民，都会要最终进行 I-485。I-485要问的基本上的问题呢，如果你是跟家庭移民相关的，他一般都会问你的这个婚姻状况家庭状况。如果是跟这个工作相关呢，他会问你之前的工作、现在的工作啊。尤其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问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党员的问题啊，需要尤其的注意一下。那今天呢大概的这个信息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欢迎给我们致电。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